穿越斗罗12年，我和唐三一样觉醒了蓝银草，也一样拥有第二武魂。可他带着唐门绝学，一进史莱克就能用暗器镇住赵无极，而我被弗兰德捡回来6年，明明31级，却一直被所有人当成只会治疗的小辅助。直到主角团齐聚那天，我看着唐三满场装逼，耳边忽然响起系统提示，我才知道属于我的妖龙人生终于开始了。此时，史莱克学院的操场上，赵无极正被唐三打得衣服乱飞，飞镖、银针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暗器，像下雨一样朝赵无极脸上招呼。我靠在操场边的树干旁，紫发被风吹得有些乱，眯着眼看得津津有味。不得不承认，唐门暗器确实有点东西。赵无极明明是魂圣，压着境界陪他们考核，还是被唐三这一套打得烦不胜烦。旁边的宁荣荣和朱竹清已经看呆了，我却越看越酸。同样是穿越者，唐三带着玄天功、玄玉手、鬼影迷踪，还有一脑子暗器图纸。我呢，12年前意外来到斗罗大陆，6岁觉醒双生武魂，一个蓝银草，一个邪火妖蛇，先天5级魂力，听着好像挺唬人。可现实是，我和马红俊一起被弗兰德带回史莱克后，这6年几乎全在修蓝银草。如今我31级，蓝银草挂着1黄2紫3枚魂环，在学院里最常做的事就是给戴沐白他们疗伤、补体力、擦屁股。至于第二武魂邪火妖蛇，因为没有魂环，也因为邪火太麻烦，基本就像个摆设。我叹了口气，同人不同命啊！唐三穿越过来还带着前世功法，我却只能在这里当个小辅助。都是穿越者，我怎么就没有系统呢？念头刚落，一道清脆的提示声突然在我脑海里炸开，叮！系统加载成功，此系统名为收获女主送符咒系统。我整个人从树下弹了起来，系统真有系统！一块淡蓝色光幕在眼前展开，我那点酸意瞬间被兴奋冲得干干净净。新手礼包已发放，请稍后领取。系统规则如下：系统可检测女主对宿主的好感度，没有一名女主对宿主好感度达到满值，宿主即可获得1枚随机圣主12符咒以及额外奖励。符咒能力宿主无法使用，只对专属女主生效。收获女主后，宿主可获得额外奖励，奖励内容随宿主实力提升而变化。我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什么意思？符咒我不能用，那马符咒、狗符咒、龙符咒这些逆天能力，岂不是全成了别人的？我好不容易等来外挂，结果他第一反应是让我给女主发福利，这也太离谱了。不过有总比没有强，我盯着面板，心里还是忍不住升起一丝期待。女主满好感才给符咒，那额外奖励总该给我一点能用的吧？我深吸一口气，伸手点向新手礼包，是否打开新手礼包？我毫不犹豫，打开新手礼包，打开成功，获得奖励：蓝银草武魂血脉进化次数1次，获得奖励；邪火妖蛇武魂血脉进化次数1次，获得奖励；神赐魂环3枚，获得奖励；外附魂骨自选1次，获得奖励；强制开启双生武魂同时使用权限。神赐魂环说明该魂环会自动匹配武魂属性，赋予最适合的魂技。魂环年限会根据宿主身体强度提升。我盯着那几行字，呼吸一点点变沉。武魂进化、魂环、魂骨，甚至连双生武魂不能同时使用的麻烦，都能被系统强行改掉。刚才是谁嫌系统没用来着？不好意思，是我声音太大了。这一刻，我看唐三的暗器都不香了，什么飞镖、银针，没有楼高帮他打造高阶暗器，等真正强者出手，那些玩意也就只能欺负低阶魂师。可武魂进化不一样，神赐魂环不一样，外附魂骨更不一样。我差点就想当场领取奖励，指尖停在按钮上方的一瞬间，我忽然冷静下来，不行，现在绝对不能领。唐昊那把大锤子还不知道藏在哪里，盯着唐三，万一我的蓝银草血脉一进化，真往蓝银黄方向变，那家伙会不会当场跳出来，把我当成阿银的什么意外血脉？到时候我就算解释自己和阿银没半点关系，唐昊恐怕也不会听。我默默收起面板，心里给自己点了个赞，还好没被兴奋冲昏头，好东西要等没人的时候偷偷领。另一边，唐三和赵无极的对战也差不多结束，操场上像下了一场银色的雪，满地都是暗器。赵无极衣服破了几处，脸色也不太好看。虽然这一次没有龙须针，他没像原本那样狼狈，但唐三展现出来的手段还是足够镇住所有人。赵无极盯着唐三，眉头皱起，你的蓝银草为什么有毒？缠绕这种能力为什么会被你当成魂技来修炼？唐三刚才还紧绷的神色一下松开，提到蓝银草，他眼底甚至多了几分骄傲。这是我老师为我制定的路线，他是魂师界有名的理论大师，如果没有老师，我的蓝银草现在也只是废武魂，是老师让他获得了新生。赵无极听了2句就不耐烦的摆手，行了，没问你这么多。我差点笑出声。唐三2句话不离老师，不离大师，听得赵无极脑门都快冒烟了。毒属性、缠绕、寄生，这些招式在低阶魂师里确实麻烦，可赵无极又不是没见过蓝银草，我在他眼皮子底下修炼了6年，他比谁都清楚，蓝银草不一定只能走唐三那条路。果然，赵无极转头就冲我喊：灵眼小子，来活了，赶紧过来给我治一下。来了，我收敛心思，慢悠悠走过去，刚靠近，宁荣荣就先凑了上来，他眨着眼打量我，语气轻快。我说你怎么长得白白净净的？原来你是治疗魂师呀。他刚才报名时见过我，那时候我负责登记，又把他们带到操场，大概是我这张脸还算能看，他对我明显比对别人更自来熟悉。我笑了笑，你们也需要治疗吗？我的魂技还能补充体力。好啊。宁荣荣眼睛一亮，让我看看你的技能有什么效果。我摊开右手，魂力流过经脉，一株湛蓝色的小草从掌心浮现，和唐三那种带着毒属性、颜色发暗、像藤蔓一样的蓝银草不同，我的蓝银草更干净，也更纤细，草叶修长，通体湛蓝，上面隐隐有银色纹路浮动，轻轻摇曳时，柔和的生命气息像蓝色光晕一样散开。唐三的脸色一下变了，你的武魂也是蓝银草？我看他一眼，蓝银草魂师在大陆上不是很多吗？有什么问题？我没继续理会他，
转向宁荣荣，把手递给我。宁荣荣乖乖伸出手腕，我脚下升起一黄两紫三枚魂环，掌心蓝银草顺着魂力缠到他腕间。第一魂技生命潮汐，柔和的蓝光像呼吸一样亮起，一股股生命能量顺着草叶涌入他体内。宁荣荣猝不及防，肩膀轻轻一颤，脸颊瞬间泛红，他急忙捂住嘴，眼神慌得不行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忍住笑，没事，我这生命能量比较强势，第一次接触都会有点不适应，你忍忍。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这株能治疗的蓝银草吸引，甚至连我脚下那一黄两紫的魂环配置都没人第一时间反应过来。宁荣荣的体力很快恢复，脸色也从疲惫变得红润。朱竹清站在旁边，冷着一张脸，眼神却明显有点动摇。他刚才也战斗过，体力损耗不小，可看见宁荣荣的反应，他又有些迟疑。我看向他，如果你也想恢复体力，就把手腕伸出来。朱竹清微微蹙眉，他像是在好奇，又像是在防备。宁荣荣这时小声劝他，竹清，你也试试吧，真的很舒服。朱竹清这才试探着伸出手腕，我不需要太多，稍微治疗一下就好。我点头，控制蓝银草缠上他。第二魂技生命潮汐，紫色魂环亮起，比刚才更磅礴的生命能量顺着蓝银草灌入他体内。朱竹清明明已经做好准备，身体还是不受控制的软了一下，他立刻抬手捂住嘴，强行把声音压回去，耳尖却红得明显。可以了，不需要这么多。我适时收回魂力，两个女孩的体力和魂力都被迅速补满，连脸色都比刚才好看许多。我没有继续逗他们，主动给他们台阶。好了，你们去旁边休息吧。考核结束后，我带你们去宿舍区。宁荣荣和朱竹清对视一眼，都有点不自在，最后一起退到操场边缘。我这才看向赵无极，他抬了抬手，显然等我给他治疗。我从掌心分出一片蓝银草叶，递过去，自己握着吸收。我先走了。赵无极脸一黑，还是接了过去。唐三却看得眼神发直，分出去的草叶居然还能保留治疗能力。他看我的目光一下灼热起来，像是看见了新的修炼方向。麻烦你也给我和小舞治疗一下。我本来想拒绝，可想到小舞也是女主之一，又想到系统那离谱规则，还是从掌心分出一片草叶递给他，握在掌心里就能吸收里面的治疗能量。唐三接过草叶时很激动，我看向昏迷的小舞，至于你妹妹，我需要用蓝银草缠住她的手腕，可以吗？唐三脸色顿时一僵，同为蓝银草魂师，他当然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。蓝银草反馈触感，草叶缠住小舞的手腕，某种程度上就像我亲手握着她的手腕。唐三沉默了2-3秒，才艰难开口，可以，你小心点。我点头，蓝银草轻轻缠上小舞右手。唐三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和小舞，生怕我有什么多余动作。我懒得管他的眼神。第三魂技生命大潮汐，声音落下，比前2次都更汹涌的生命力，像奔腾的河流一样，强行涌入昏迷的小舞体内。连接我们的蓝银草不再只是闪烁荧光，而是绽放出强烈蓝光。宁荣荣看得身体一紧，小舞能受得了吗？朱竹清盯着那股蓝光，声音也低了几分。他现在昏迷着，应该不会有太剧烈的反应吧？两个女孩眼里有害怕，也有压不住的好奇。唐三则一边担心小舞，一边死死观察我的蓝银草，像是想把治疗过程全看明白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小舞原本因为反噬而皱紧的眉头逐渐舒展，脸上的痛苦也缓和下来。她的身体其实已经恢复到了巅峰，只是她刚才陷入昏迷，身体被生命能量不断冲刷，那种强烈的舒适感让她下意识以为自己还在梦里。我微微皱眉，故意加大魂力输出。10万年魂兽化形的体质确实强。宁荣荣和朱竹清攥着彼此的手，眼睛瞪得很大。唐三还在想我为什么3个魂技效果都如此相似，而小舞迷迷糊糊的呢喃：“是梦吗？一定是梦吧。”下一瞬，他终于从昏迷里清醒，又被体内奔涌的生命潮汐刺激的浑身一颤，高亢的声音划破操场，所有人都僵住了。唐三猛地抬头，宁荣荣和朱竹清互相攥紧了手，连指尖发疼都忘了松开。我也立刻断开魂力，收回蓝银草，表情无辜的不能再无辜。我只是治疗魂师，谁能想到小舞会突然醒？黄昏时，整个史莱克都被后山的争吵声搅得不得安宁。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当时真的以为自己在做梦。别说了，我让你别说了。唐三和小舞的声音隔着几十米都能传到宿舍去。女生宿舍里，宁荣荣和朱竹清互相对视，眼神里全是说不清的复杂。男生宿舍里，戴沐白、马红俊、奥斯卡3个人齐刷刷看向我。戴沐白扶着额头，你说说你，无形之中伤害了多少人？早跟你说过，你那蓝银草的生命能量太霸道，谁受得了？马红俊也凑热闹，就是。唐三腰上全是暗器，你最近还是小心点。奥斯卡叹气，谁懂我们辅助魂师啊？连给人治疗都能惹祸，这不是典型的医闹吗？我也无奈，谁知道那小兔子是在半梦半醒里乱反应，我还以为治疗效果不够，想得多来一点。几人围坐在宿舍里，表情各异。他们和我认识多年，潜意识里都站在我这边，毕竟我这些年没少给他们疗伤补体力。再说了，我本心确实不坏，我只是做了治疗魂师该做的事。戴沐白沉默片刻，认真道：“林岩，你最近别一个人住了，搬过来跟我和胖子一起吧，我怕唐三半夜偷袭你。”马红俊连忙点头：“对啊，你一个辅助魂师没战斗力，第2武魂又没魂环，真被那小子堵住，不得遭老罪。”奥斯卡脸色一垮：“你们这么说，我都不敢和唐三住一屋了。他半夜要是发疯把我带上怎么办？我也是辅助魂师啊。”戴沐白白了他一眼：“你那破香肠谁稀罕你？不过你跟唐三住一起，他要是真有什么动静，记得拦着点，不行就来通知我们。”我看着他们，心里有点暖，这些年没白混，但让我躲那不可能。我露出笑，慢慢坐直身体。谢谢你们关心，但我不会退，我只是做了治疗魂师该做的事。如果这次我退了，那就等于承认我错了。我看着他们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说：“你们扪心自问，我真的错了吗？”宿舍一下安静下来，我继续道：“我问心无愧。唐三真想找我报仇，那就让他来。我林岩要是有半点怕，
都不算男人。戴沐白的眼神忽然变了，他像是被我这句话戳中了什么。身为星罗皇子，他逃到史莱克，不正是因为没有勇气面对那套残酷的皇室规则吗？他盯着我，突然站起身，林岩，我挺你，我戴沐白永远站在你这边。唐三要是敢动你，我就用星罗皇室的力量镇住他。马红俊和奥斯卡都惊了，戴老大，你这……戴沐白没理他们，抬手拍了拍胸口，又指向我，做兄弟。在心中，我一脸茫然，这家伙怎么突然热血起来了？可气氛都到这儿了，我也只能起身，握住他伸过来的手，做兄弟。在心中，马红俊和奥斯卡也跟着站起来，4个人的手重重叠在一起，做兄弟。在心中，昏暗宿舍里，戴沐白眼神灼灼，像重新找回了某种勇气。马红俊和奥斯卡则有点窃喜，大概觉得自己莫名抱上了皇室大腿。只有我被赶鸭子上架，却也接受了这份善意。夜深后，宿舍区终于安静下来，我回到自己的小房间。这间屋子是我花钱找附近村民修的，地方不大，但胜在干净，里面放着不少我按前世记忆做出来的小玩意，比如装冰块的斗、热水袋之类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偶尔要服用金胶，和别人住一起不方便。月光顺着窗户洒进来，我关好门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终于调出系统面板，这下没人了。魂环魂骨，武魂进化，等我把奖励领完，还怕一个小瘪三报复。唐三的暗器确实烦，但2大武魂一起开，他那几个飞镖算什么？我看着面板上的5份奖励，仔细规划起来。蓝银草血脉进化暂时不能动，唐昊隐患太大，万一真弄出蓝银皇气息，麻烦会立刻找上门。所以先动血火妖蛇，只要第2武魂拥有魂环，我就不再只是众人眼里的辅助魂师。至于外附魂骨，等武魂进化后再选最合适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系统领取血火妖蛇武魂进化，血火妖蛇武魂进化资格已领取，请选择进化方向：进化血火，进化为火焰巨蟒；2进化形态，进化为血火妖龙；3增加随机属性，进化结果待定。我看着第2个选项，眼睛一下亮了，从蛇进化成龙，这还用选？进化血火确实稳，可我知道冰火2仪眼里有能处理血火的仙草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上线。我选2，光幕中飘出一股能量，直接涌入我体内。下一秒，血火妖蛇武魂自行浮现，暗紫色火焰从我身后冲起，原本像巨蟒一样的虚影开始被一寸寸重塑，经脉被拓宽，魂力被洗刷，连血液都像被火焰点燃。整个过程没有痛苦，反而有种难以言说的畅快。半分钟后，一头通体缠绕暗紫火焰的巨龙虚影在房间里缓缓展开，背生龙翼，头顶双角，纯正的龙类威压压的空气都像变沉了。我仰头看着他，心跳越来越快。血火妖龙，恐怖如斯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的第2武魂已经不再是普通层次的血火妖蛇，它足以和蓝电霸王龙、昊天锤这种顶级武魂站在同一层面。血火确实还在，可等以后仙草到手，这份缺陷迟早会变成新的助力。我心念一动，血火妖龙武魂附体，巨龙虚影猛地冲入体内，狂暴火焰顺着经脉席卷全身，高温气浪在房间里荡开。我握紧拳头，清楚感觉到力量在掌心凝聚。谁懂啊？当了6年的小辅助，现在终于摸到战魂师的门槛，那种兴奋根本压不住。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笑了好一会，才重新看向面板。接下来吸收魂环，系统给的神赐魂环一共3枚，正好补齐血火妖龙前3个魂环。我取出第1枚，金色光团没入经脉的一瞬间，一枚紫色魂环从脚下升起，快得我甚至没来得及反应，魂技信息也随之涌入脑海。第1魂技龙拳开启后，火焰覆盖双拳，攻击力和攻击速度大幅提升，每一次攻击都会附带火焰爆炸，标准的强攻魂技，完美。我立刻吸收剩下2枚，可让我意外的是，当3枚魂环全部成型后，原本的紫色魂环竟然变成了黄色，黄3枚百年魂环绕着血火妖龙缓缓律动。我先是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神赐魂环会根据身体强度自动匹配年限，我现在身体还撑不住3枚千年魂环，所以他们暂时推到了最适合我的状态，这不是坏事。等我身体强度提升，魂环年限自然会跟着成长，这系统还挺人性化。最后是外附魂骨，我根据血火妖龙的形态选择了龙翼，暗紫色骨翼融入后背，又一点点与身体彻底结合。整个晚上我都在适应进化后的武魂、3枚魂环以及新得到的龙翼，直到第2天傍晚，我才彻底睁开眼。华丽的暗紫色龙翼缓缓收入体内，所有气息归于平静。我握了握拳，掌握力量的感觉真好，难怪那么多人拼命也想成为战魂师。现在问题只剩一个，该怎么解释？我生活在弗兰德眼皮子底下，突然多出3枚魂环和武魂变化，总不能说系统送的。正想着，门外传来马红俊的声音：“林岩，醒了没？”弗兰德院长问你去不去斗魂场。我迅速理清思路，去，等我一会。今天应该是史莱克众人出入索托大斗魂场的日子。我穿好衣服推门出去，刚好看见宁荣荣哭着跑回女生宿舍。我走到已经集合的队伍旁，压低声音问马红俊：“宁荣荣怎么了？”马红俊撇嘴：“大小姐脾气呗，白天院长让她跑圈，她跑到一半去索托城逛街，被院长知道后训了一顿，刚才吵得差点打起来。”我顿时明白了，原本轨迹里宁荣荣就是今晚被弗兰德一通打击，骄傲和棱角被一点点磨掉，弃保琉璃宗的小公主，最后变成团队里的辅助挂件。这条路说不上完全错，但我总觉得太可惜。她本该骄傲、自信，带着一点无法无天的小魔女性格。于是我看向弗兰德院长：“斗魂场你们先去吧，我想去看看宁荣荣，都是同学。”我安慰一下他，我顿了顿，又补一句：“对了，记得帮我报名一场1对1斗魂。”弗兰德看我一眼，点头同意。他自己大概也觉得刚才话重，现在有人接这个烂摊子，他当然乐意。众人离开学院后，我来到女生宿舍门前，里面传来压抑的抽泣声。我敲了几下，没有回应。我推开门缝，确认里面没人拒绝后，才彻底把门推开。林岩，宁荣荣抬头看我，她眼眶通红，脸上全是泪痕，看起来又委屈又狼狈。我搬过椅子，在她对面坐下，还没开口，她就带着哭腔质问：“你也是来嘲笑我的吗？”我没有回答，
只是唤出蓝银草，轻轻缠上他的手腕。第一魂技释放的很柔和，点点蓝光顺着草叶涌入他体内，缓解他哭到发麻的四肢，也慢慢压下他紧绷的情绪。宁荣荣吸了吸鼻子，声音更低。他们都觉得我脾气差、娇气、任性。弗兰德说我有公主病，说我会给七宝琉璃塔蒙羞。我问他，那你自己怎么想？他抬起头，我想改变自己，我也想融入学院，想像父亲那样得到强者的守护。我看着他，心里轻叹，他已经被弗兰德那套话打动了。他开始觉得自己必须收起骄傲，才配被别人接纳。可我不这么想。剑斗罗和古斗罗把你捧在手心里这么多年，如果知道你因为几句话就否定自己，他们会很伤心。宁荣荣一怔，我继续道，所谓公主病，不过是你从没被生活亏欠过。你的骄傲是七宝琉璃宗给你的底气，也是你与生俱来的资本。他眼里的泪光晃了晃，什么意思？我语气放缓，你训练中途偷懒，被院长训，这件事你确实有错，你要改的是懈怠，是任性，是恃宠而骄，但你不该把自尊和骄傲也一起丢掉，更不该为了迎合别人变成谁的附庸。宁荣荣怔怔看着我，我看得出他听进去了。我又问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就算是辅助魂师，也可以独当一面？独当一面。他身体不自觉前倾，这4个字明显戳中了他心底最深的愿望。他离开七宝琉璃宗，不就是想证明自己吗？可很快，他眼里的光又暗了下去。可是我只是辅助魂师，我反而笑了。辅助魂师怎么了？七宝琉璃塔的增幅对自己也有效的。宁荣荣点头，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：既然力量增幅能加在你身上，你的拳头为什么不能更有杀伤力？速度增幅能加在你身上，你的步伐为什么不能更灵活？所有人都把七宝琉璃塔当成给别人加状态的工具，可它的光芒凭什么只能照亮别人？房间里彻底安静下来，宁荣荣像是看见了一条从未有人告诉过他的路，他的眼神一点点变亮。对啊，七宝琉璃塔的辅助效果我自己也可以用，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辅助自己，自己增幅自己，然后拥有战斗力？他越说越兴奋，忽然抬头看我，你怎么会想到这些？难道你的蓝银草也有类似效果？我摇头，不是，我的蓝银草只是治疗系，真正的攻击手段是我的第二武魂。宁荣荣眼睛瞬间睁大，第二武魂？我点头，双生武魂这件事在学院里不算秘密，戴沐白他们都知道，以后我迟早也要展露出来，没必要对他隐瞒。宁荣荣刚才还蓄着眼泪的眸子，此刻只剩震惊。我没继续炫耀，只是起身把椅子放回原位。你自己消化一下我刚才说的话吧，我要去斗魂场了。走到门口时，我又唤出蓝银草，把第3魂技的生命能量注入一片草叶里，草叶很快变得莹润，里面充满生命精华。我把它递给宁荣荣，如果还觉得不舒服，就握在掌心里吸收。宁荣荣呆呆接过，我推门前，最后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你这么年轻，应该趾高气昂，去做别人觉得你做不到的事。门合上，夜风从窗边吹进来，吹散了他脸上的泪意。我走远前，仿佛听见他很轻很轻地吸了一口气，那不是哭声，像是一个被打碎的骄傲，正在重新拼回去。索托大斗魂场灯火通明，我赶到观众席时，弗兰德第一个看见我，他扶了扶眼镜，低声问怎么样。我知道他问的是宁荣荣，安慰过了，应该没事。我看他其实挺明事理，只是从小被宠着，没人好好跟他讲。弗兰德松了口气，又拍了拍我的肩，那就好，准备一下，你的1对1斗魂快开始了。我点头，刚要找位置坐下，忽然听见他补了一句，下一场是朱竹清对唐三，再下一场就是你。朱竹清对唐三，我脚步顿住，敏攻系对控制系本来就吃亏，更何况朱竹清现在魂力还低于唐三，如果真打起来，唐三用蓝银草把他全身束缚住，这场斗魂很快就会结束。可问题不在输赢，问题在蓝银草的触感反馈。唐三也许不觉得有什么，但我太清楚这种武魂的特性。想到这里，我走到朱竹清身旁，朱竹清同学，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你说。他抬眸看我，眼神冷淡，却没有拒绝。什么事？我看了眼周围，这里不方便。朱竹清迟疑片刻，还是跟我走到观众席旁边一处人少的角落。我没有绕弯子，我建议你放弃和唐三的斗魂。他眉心立刻蹙起，为什么？我问他，还记得昨天我给你治疗时是怎么释放魂技的吗？他脸色微微一变，我压低声音，蓝银草可以反馈触感，昨天我只是缠住你的手腕，所以还算有分寸。可唐三是控制系，如果你和他上台，他为了赢，必然会用蓝银草限制你的行动。后面的话我没有说完，朱竹清却已经懂了，他那张冷艳的脸一点点发白，呼吸也变得急促。他可以接受失败，却不能接受那种毫无防备的冒犯。过了几息，他低声道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我笑了笑，我只是提醒你，决定权在你自己。很快，斗魂台上轮到朱竹清和唐三，两人刚站上去，朱竹清就直接认输，唐三愣在原地。等他回到观众席，看到我和朱竹清先后回来，脸色一下沉了。林言，你跟他说了什么？他来这里是为了变强，你凭什么干涉他？所有人都看向我，戴沐白也凑过来，压低声音问，兄弟，她是我未婚妻，你不会对她有意思吧？我没接他的玩笑，只看向众人。沐白，你知道这些年我给你们治疗，为什么多数时候只给你们分草叶，而不是直接用蓝银草连接吗？戴沐白一怔，我自问自答，因为蓝银草会反馈触感，如果朱竹清和唐三打，最后大概率会被蓝银草缠住全身，换成你，你能接受吗？观众席上安静了一瞬，戴沐白很快反应过来，脸色变得难看。朱竹清偏过头，明显不想被继续讨论。唐三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解释自己不会故意那样做，但他终究没说出口，因为他也知道，控制系魂师上台束缚对手本就是最常见的手段。马红俊小声嘀咕，这么一说，还真是。我没有继续扩大矛盾，只摆摆手，行了，我该去斗魂了，记得给我加油。聚光
光灯落在斗魂台上，我的对手是个5大3粗的防御系魂尊，武魂铁甲犀牛。他一看见我，表情就复杂起来。又是你，你一个治疗魂师，怎么天天跑1对1凑热闹？之前我和兄弟们受了你不少治疗，真把你打伤了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我站在擂台另一侧，活动了一下手腕，没事，你放心出手，反正我自己也能治。裁判一声令下，我没有唤出武魂，而是直接冲了过去。观众席上，唐三忍不住问：你们不是说他是辅助魂师吗？为什么他也参加1对1？马红俊立刻对回去：辅助怎么了？辅助不是人啊，就许你的蓝银草能打，不许灵岩上台练。弗兰德看着台上，淡淡道：他是双生武魂，现在积累战斗经验，以后早晚用得上。双生武魂，唐三的声音明显变了，他终于知道我和他的处境有多相似。一样的蓝银草，一样的双生武魂，可我比他更早到30级，魂环配置也更夸张。他看我的眼神不再只是好奇，而是多了几分警惕。擂台上，我已经和铁甲犀牛交手数个回合，这些年我虽然是治疗魂师，却没少偷偷练身法和出手时机，可没有攻击魂技，仅靠魂力打在防御魂尊身上，效果确实有限。对方挨了我几拳，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他停下动作，认真道：小兄弟，你身法不错，时机也好，可惜力量差太多，战魂师这条路不适合你。我稳住呼吸，笑了笑，多谢大哥手下留情，以后找我治疗，给你打8折。他哈哈大笑，我抬手看向裁判，我认输。裁判宣布结果：铁甲犀牛胜，战绩62胜56负，蓝色小草1胜157负。观众席上，唐三没忍住吸了口气，马红俊立刻瞪他：吃你家大米了。我走下斗魂台，心里却一点不难受。我上台本来就不是为了赢，只要所有人都习惯我这个治疗魂师经常练战斗，等以后血火妖龙登场才不会显得突兀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刚才已经确认过了，如果换成血火妖龙武魂，那个铁甲犀牛撑不过3招。夜晚回到学院后，宁荣荣没有再和戴沐白起冲突，她像是想通了什么，一路上虽然仍有大小姐的骄傲，却没再把刺扎向所有人。女生宿舍里，小五看着她，好奇道：你真打算留下来了？宁荣荣抱着膝盖，笑得轻快：对啊，这里还挺有趣的，就这么走了，多可惜。朱竹清却一回来就把自己蒙进被子里。宁荣荣很快察觉不对：竹清，谁欺负你了？小五一脸气愤，把戴沐白和朱竹清的婚约，还有戴沐白这些年的荒唐事说了一遍。宁荣荣听完，眉头都拧了起来，他也太脏了吧！竹清，这样地人，你真要和他绑在一起？朱竹清从被子里露出半张脸，声音很低：很多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宁荣荣却坐直了身体：不就是星罗皇室那套继承规则吗？你和戴沐白赢了活，输了死，可他都堕落成这样了，你真的觉得他能赢？就算赢了，你甘心和这样的人过一辈子？朱竹清沉默了，他当然不甘心，可他从小接受的就是命运无法挣脱。宁荣荣忽然握住他的手：如果真没路，你来七宝琉璃宗，我和剑爷爷护你，只要你不愿意，就没人能逼你。朱竹清怔住，七宝琉璃宗也许真有这个底气，可他和宁荣荣才认识几天，怎么能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？小五在旁边看得稀奇：荣荣，你今天怎么像换了个人？宁荣荣脸一红：林岩安慰了我一会儿，我自己也想通了，要不是他，我可能真走了。林岩这个名字一出现，房间里安静了一下。小五忽然凑近他：你喜欢他？宁荣荣俏脸瞬间红透，半天没说话，可答案已经写在他眼睛里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奥斯卡兴奋地冲到操场：院长，我30级了！弗兰德当场笑开了花，14岁的30级食物系魂师，未来确实不可限量。宁荣荣小声嘀咕：林岩不是12岁就30级了吗？我赶紧打断他：荣荣，奥斯卡突破是好事，别打击人家，食物系修炼比辅助系更难。弗兰德没有计较，大手一挥：准备一下，明天赵无极带你们去星斗大森林为奥斯卡猎魂。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在众人准备散台前，我忽然开口：院长，我想给第2武魂附加魂环。全场目光瞬间落到我身上。弗兰德脸色一沉：你开什么玩笑？双生武魂提前附加魂环有多危险？你不知道，我直视他。我知道，但我也想成为战魂师，我不想一直只能站在别人身后被人保护。戴沐白第1个急了：林岩，你别冲动，历史上双生武魂出问题的例子不少，更何况你的第2武魂还带邪火。马红俊也劝我，我这邪火凤凰都够难受了，你那邪火妖蛇更麻烦，真要修炼可得想清楚。奥斯卡苦着脸：你要是转战魂师，那我不就成唯一的纯辅助？我笑了笑：不是还有荣荣吗？奥斯卡一拍脑门：对，众人被他逗得稍微放松了一点，可我没有改口。我想好了，只有力量握在自己手里，我才有安全感。弗兰德看了我很久，终于叹了口气：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到时候别后悔。我点头：不会。唐三这时忽然叫住我：林岩。我回头，他看着我，问得很认真：你的前3个魂技为什么名字一样，效果也相似？魂环来自什么魂兽？我淡淡道：都是蓝银草魂兽，所以魂技相近。你的魂技能对自己使用吗？能。唐三得到答案，若有所思地转身离开。马红俊看着他的背影翻白眼，问完连句谢谢都没有。我没有在意，换出蓝银草，连续制作了几片充满生命能量的草叶，分给戴沐白他们，明天猎魂用得上，带着吧。马红俊接得最快：谢了兄弟。不远处，宁荣荣和朱竹清也看见了。宁荣荣撅起嘴：他怎么只给男生准备？朱竹清看着那些发光的草叶，眼神微动，他知道那里面的生命力有多舒服，也知道星斗大森林有多危险。宁荣荣凑到他耳边：竹清，要不你去找他多要几片？朱竹清脸色微红，却没有拒绝。好。我回到房间时，体内忽然涌起一股灼热，那热意来得很急，从经脉深处一路烧到丹田，像有什么东西要冲破理智。我脸色一变，邪火武魂进化后，邪火
火的强度果然也增强了。我盘膝坐下，试图用魂力压制，可邪火妖龙毕竟是真正的龙类血脉，远比马红俊那变异武魂更霸道。如果压不住，轻则暴走，重则经脉被烧毁。就在我额头冒汗时，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林岩，你有空吗？是朱竹清，他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。我想和你说点事。我咬紧牙关，勉强挤出声音。我现在不太方便，你晚点再来。门外安静了一下，朱竹清像是听出我不对劲，声音带了些担忧。你怎么了？要不要我去找院长？我强撑着站起身，指节都因为用力而发白。不用，我只是修炼出了点问题。别靠近。门外的脚步没有离开，他低声道：那我隔着门说，昨天的事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提醒，我可能会在斗魂台上遇到很难堪的情况。还有，明天要去星斗大森林，蓉蓉和小五也想要几片你的蓝银草叶。我听见他的声音，体内邪火像被风吹旺，几乎要把理智吞没。我猛地抬手，用魂力封住门缝外溢的热气。朱竹清，现在立刻走！房门被人从里面猛地推开，木轴发出刺耳的响声，我几乎是撞出来的。朱竹清刚走到门口，抬眼就看见我这副模样，清冷的脸色一下变了。林岩，你怎么了？他往前半步，想扶我，又被我身上翻涌的魂力逼得停住。我喉咙像被火烧过，体内那股邪火顺着经脉乱窜，连视线都开始发虚。蓝银草不受控制的从掌心疯长出来，带着浓郁的生命气息，却偏偏压不住第二武魂的躁动。朱竹清眉头紧皱，要不要我去找治疗魂师？你现在的样子很吓人。我想让他走，可话还没出口，蓝银草已经先一步缠了上去。朱竹清猝不及防，被草叶卷进房间，房门砰的一声合上，屋里顿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急促的呼吸声。林岩，你清醒点！他被蓝银草困住，眼底第一次露出明显的慌乱。我死死按着额角，拼命把那股邪火往回压，可越压越乱，仿佛身体里藏着一条发疯的妖龙，随时要把经脉撕开。我咬着牙，声音沙哑的不像自己，离我远点，我控制不住。朱竹清没有立刻退，他盯着我看了几秒，忽然意识到什么，语气沉了下来：你的第二武魂出问题了。我点不出头，只能用尽最后一点理智，把蓝银草松开一些，可邪火反扑得太快，他刚正出半个身子，蓝银草又一次缠住他的手腕。朱竹清眼神一冷，幽冥灵猫武魂瞬间附体，两枚黄色魂环在脚下亮起。林岩，我不想伤你。他话音刚落，我体内的生命属性魂力忽然顺着蓝银草涌向他，那股清凉的气息在两人之间建立起奇怪的联系，像一根细线，把我快要崩裂的经脉一点点拉回来。朱竹清也察觉到了异样，他原本紧绷的肩膀微微一颤，眼底的戒备没有散，却多了一丝复杂。你能靠这个缓下来？我艰难吸了口气，可能，但我不确定。空气安静了一瞬，外面的天色从清晨一点点压到傍晚，房间里却像被隔绝成另一个世界。朱竹清没有再逃，他只是冷着脸让我把蓝银草松开，然后坐在床边，任由那股生命魂力在两人之间流转。邪火一波又一波冲上来，我几次差点失控，都被他咬牙按住手腕，看着我，他声音发颤，却很稳。别让他控制你。我望着他，胸口那股暴躁终于一点点降下去，直到夜风从窗缝里吹进来，我才像从噩梦里醒过来，浑身冷汗，喉咙干得发疼。对不起，这三个字从我嘴里挤出来时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太轻了。朱竹清靠在床头，脸色苍白，额前碎发被汗水沾住，他没有看我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。你的第二武魂到底是什么？邪火妖龙。我缓了一口气，如果刚才彻底爆开，我可能会被他反噬。他沉默了，我不敢替自己开脱，只能把知道的全说出来。我不是故意把你卷进来，刚才那一刻我真的快失去意识了，可这件事终究是我对不起你。朱竹清偏过头，眼神复杂的看着我。所以你现在清醒了吗？我一怔，他的目光落在我们之间还没完全断开的蓝银草上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那道武魂联系还维持着，生命魂力仍在缓慢流转，像温热的水，安抚着体内残余的邪火。我立刻收回蓝银草，后退半步。抱歉，联系断开的瞬间，朱竹清肩膀轻轻一颤，他抿紧唇，没有说话，手指却无意识地攥住了背角。我看见了，那不是抗拒，更像是突然失去支撑后的不适。房间里安静的只剩风声，我没有再靠近，只把声音放轻。竹清，我知道你的身份，也知道你背着星罗皇室那边的压力，你想要自由，我会帮你；你想证明自己，我也会帮你变强。他抬眼看我，眼眶有些红，却仍旧倔强。你凭什么帮我？凭我今天欠你的。我顿了顿，也凭我想负责。朱竹清没有立刻回应，过了很久，他才别开视线，声音轻得像落在风里。戴沐白那边怎么办？我心口一沉，这件事绕不开。我没有用什么感情不和之类的借口骗自己，也没有把责任推给邪火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的开口，等时机合适，我会解释。该是我的错，我认；该补偿的，我也会补。朱竹清的手指一点点松开，他很累，累到连坐直身体都费劲，却还是强撑着问：你说的都是真的？真的。我把重新凝聚出来的蓝银草递到他面前，只让生命属性魂力缓缓流入他经脉，替他恢复体力。这一次我没有越界。朱竹清盯着那片泛着绿光的草叶看了很久，终于低低应了一声：系统面板在眼前跳出提示：朱竹清好感度100%，现发放。朱竹清专属奖励礼包，请稍后领取。我眼神一动，却没有急着打开。朱竹清已经离开宿舍一整天，要是宁荣荣和小五找过来，事情就真不好解释了。我先给你恢复一下体力，我把蓝银草的生命能量控制得更柔和，等能正常走路了，你就回去。他低低点头。又过了一会，朱竹清开始整理衣服，我也帮他把散落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。刚才情况太乱，衣服有些褶皱，好在还能遮掩过去，唯独他常穿的丝袜被蓝银草刮坏，已经没法再用。我拿着那团破布，表情尴尬。这个你还有别的吗？朱竹清脸颊微红，都在宿舍，那先别穿了，天黑，他们应该注意不到。他轻轻嗯了一声，忽然想起正事。对了，草叶。我一愣，什么？他立刻解释，我是来找你要草叶的，就是昨天你给宁荣荣那种。小五也要。我松了口气，掌心蓝银草浮现，很快凝出10几片带着生命气息的草叶。够吗？够了。朱竹清接过草叶，走到门口时又停住。我挠了挠头，那我第二武魂的事。他没回头，只留下一句：再说吧。门轻轻关上，房间重新归于寂静。我
靠坐在床边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体内压了整整6年的邪火终于安分下来，经脉像被清洗过一样舒畅。难怪胖子总说邪火折磨人，这东西一旦爆发，真不是靠硬扛就能过去的。缓了一会，我才打开系统面板，淡蓝色光幕浮现，一行提示正在闪烁，可领取奖励，朱竹清专属奖励礼包。系统打开礼包，华光一闪，奖励列表清晰浮现，朱竹清专属符咒、虎符咒、神赐魂环。系统版乘1，储物魂导戒指，无限空间版乘1，玄天无极功双修版。我倒吸一口气，这礼包未免太豪华了。符咒我不能用，但神赐魂环、储物魂导戒指、功法全是顶级好东西。尤其虎符咒的说明也很特殊，虎符咒被动，高贵的白虎调节阴阳，主动将使用者分成善恶两人。白虎调节阴阳是平衡魂力属性，还是平衡魂环年限？我暂时想不明白，只能等下次见到朱竹清再试。魂导戒指倒是来得正好，我身上确实缺个能装东西的空间魂导器。漆黑戒指出现在掌心，看起来朴实无华，却藏着无限空间。我把戒指戴好，目光又落在那门功法上，心情微妙。慕白啊！我低声叹了口气，这次真是被系统推着走了。另一边，朱竹清回到女生宿舍时，宁荣荣几乎是从床上弹起来的。竹清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五也探出头，怎么这么久？朱竹清攥紧掌心，把早就想好的理由说出口。上午去的时候，灵岩在修炼，我就去索托城逛了逛。刚回学院，宁荣荣狐疑地看着他，但注意力很快被草叶吸走。叶子呢？要到了没有？没要到我去。要到了。朱竹清把一把蓝银草叶递过去，只给自己留下2片。宁荣荣眼睛一亮，抱着草叶像拿到宝贝。太好了，他正高兴，忽然鼻尖动了动。竹清，你怎么感觉和白天不太一样？朱竹清身体一僵，哪有？不对，你肯定有事。宁荣荣凑近闻了闻，脸上露出更古怪的表情。朱竹清立刻后退一步，把他推开。小五上下打量了一圈，突然抓到重点，你丝袜呢？宿舍里顿时安静。宁荣荣也低头看向朱竹清的腿。朱竹清耳尖泛红，硬着头皮开口：路上被树枝刮坏了，就扔了。宁荣荣瞪大眼睛，在路上扔的。朱竹清知道越解释越乱，直接钻进被子，把后背留给他们。我累了，先睡了。宁荣荣和小五面面相觑，宁荣荣把草叶分给小五，小声嘀咕：竹清今天好奇怪啊。小五把草叶藏到枕头底下，可能逛街太累了。宁荣荣撅起嘴，逛街都不叫我们，下次我要让林岩陪我去。被子里，朱竹清没有出声。没过多久，他的呼吸就变得平稳，像是真的累到睡着了。翌日清晨，众人集合在操场上，由赵无极带队，正式前往星斗大森林。队伍刚出学院，我就趁没人注意，悄悄靠到朱竹清身边。竹清，今晚给你看个好东西。他警惕地看了周围一眼，什么东西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别乱来。我压低声音，放心，真是好东西。晚上如果住旅馆，你来我房间找我。朱竹清脸颊一热，眼神顿时复杂起来。你不能现在说，现在说就没惊喜了。他还想追问，宁荣荣突然横到我们中间，喂，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？朱竹清被吓得别过头，我收起笑意，没什么。说完，我回到男生队伍，只留下宁荣荣眯着眼打量朱竹清，你们俩不正常。朱竹清立刻否认，别乱说，他只是问修炼上的事。话说到一半，他自己也察觉反应太急，干脆闭嘴。队伍里的气氛莫名变得微妙起来。傍晚，赵无极带着众人在星斗大森林入口附近找了家酒店。果不其然，我们遇到了苍辉学院，马红俊和戴沐白跟对方起了冲突，最后赵无极出面，把叶知秋压得抬不起头。我没有多管，这个世界本来就实力至上，他们愿意惹事，就让他们自己兜着，重塑所有人的三观，这种事太累。夜风从窗户吹进房间，我坐在床边把玩着那枚虎符咒，门外传来2下轻轻的敲门声，我扬起嘴角，朱竹清来了。房门刚开，一道黑影就钻了进来，快关门。他压低声音，愣着干什么？我忍不住笑，关上门后把虎符咒递到他面前。朱竹清一怔，这就是你说的好东西。握着它，感受里面的力量。他半信半疑地接过符咒，下一秒，白虎纹路亮起，幽冥灵猫武魂镜主动浮现，2枚黄色魂环在他脚下缓缓律动，随后年限气息开始交融平衡。朱竹清美眸微微睁大，良久，光芒散去，他呼吸都有些急促。我能感觉到每一枚魂环都会平分所有年限总和。我立刻明白过来，也就是说，等你以后吸收更高年限的魂环，前面的魂环也会被带着提升，将来全员万年甚至10万年都有可能。朱竹清握着符咒，眼神震动，这东西对他的意义太大了。别人前几个魂环到了后期越来越鸡肋，可他不一样，只要继续修炼，每一个魂技都能一直跟上强度。他看向我，你从哪里得来的？不重要。我笑了笑，现在他属于你。朱竹清刚要说话，我又补了一句，还有一个能力，你试着往里面注入魂力。他照做，白光骤然绽放，刺得我短暂失去视线。等光芒落下，原本的朱竹清已经分成2个人，一个粉色卷发，眼神干净柔软，像把所有乖巧都写在脸上；另一个黑色长发，皮肤带着健康的古铜色，眼神清冷又危险，像只随时会伸爪的小野猫。2人同时看向我，粉发朱竹清有些慌，林岩哥哥，我怎么变成2个人了？黑发朱竹清冷冷抬眸，别用那种眼神看我。我愣了半秒，随即明白五符咒的主动能力把善恶两面分开了，粉发那一面天然亲近我，黑发那一面却满身警惕。幽冥灵猫武魂甚至隐隐有附体的迹象，我没有乱来，只先用蓝银草隔开双方，免得他们突然失控。别紧张，我只是确认能力。黑发朱竹清冷笑，你最好真是这样想。粉发朱竹清却拉住我的衣袖，小声提醒，他好凶。我哭笑不得，这能力确实离谱，但也危险。2个人格感官互通，魂力互通，一旦失控，麻烦不小。我尝试让他们同时运转魂力，又让黑发朱竹清完成武魂附体，结果很明显，分裂后的武魂形态更极端，速度和爆发都被强化，但情绪也更难控制，折腾到天色泛白，2瓣符咒才重新合拢。白光一闪，2个朱竹清消失，床边只剩下原本的他，他像是同时接受了2边的体验，躺在那里缓了好一会才恢复。
恢复意识。我用蓝银草给他补充体力，符咒收好，千万别弄丢。朱竹清把虎符咒握紧，眼神还带着后怕。这东西太古怪了，古怪归古怪，好用也是真好用。我顿了顿，回头我给你弄个储物魂导器，不然放身上不安全。他轻轻点头。天快亮了，朱竹清洗漱整理好衣服，准备回去。临出门前，他低声提醒：蓉蓉好像很喜欢你，如果让他知道我们的关系，他会伤心。我故作疑惑：真的假的？朱竹清皱眉，他亲口说过。话音刚落，他推开房门，门外宁荣荣抱着膝盖坐在地上，眼睛红肿，手里还攥着一片蓝银草叶。朱竹清脸色瞬间白了。蓉蓉，我也看了过去，心里咯噔一下。你不会在这待了一整夜吧？宁荣荣抬头，眼泪一下掉下来。你们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房间里的空气像被冻住。朱竹清把宁荣荣扶进屋里，声音发虚：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解释。他把邪火爆发，自己恰好撞上，两人关系变得复杂的事尽量简短说了一遍。可越说，宁荣荣哭得越厉害。所以昨天我让你去要草叶，你就和他在一起了。朱竹清低下头，没有反驳。宁荣荣直接崩溃：为什么我那么懒？为什么我不自己去？我想解释，刚开口就被他瞪了回来。你闭嘴！小公主眼睛通红，声音带着哭腔，却凶得很。那天你在宿舍安慰我，鼓励我，转头就和竹清在一起，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他这样的？我一时语塞。朱竹清想让他先保密，宁荣荣更委屈，现在一口一个我们，就我自己是外人了。就在局面越来越僵的时候，门外传来小五的声音：你们怎么都在林岩房间？我和朱竹清同时僵住。朱竹清反应很快，立刻编了个理由：荣荣想家，哭得身体不舒服，来找林岩恢复体力。他趴到宁荣荣耳边，低声求他先别拆穿。宁荣荣咬着唇，最后还是没有当场揭开。这场风波暂时压了下去。日上三竿，队伍正式进入星斗大森林。我走在队伍后方，宁荣荣和朱竹清之间的气氛明显不对，一个盯得紧，一个躲得快，像两只互相试探的小猫。忽然，赵无极低喝：有情况！他看向朱竹清，西边有动静，你去侦查。朱竹清像是走神，被他喊了第二声才反应过来。幽冥灵猫附体后，他几下跃上树干，很快又折返回来，是一条红色的蛇，头顶有肉冠，速度很快。唐三眼神一动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我先一步开口：凤尾机关蛇，速度类飞行魂兽，奥斯卡，适合你的第三魂环。奥斯卡眼睛亮了：林岩，你连这个都知道？马马虎虎。我扫了众人一眼，准备迎战。慕白找准机会压住他，唐三负责控制，胖子等他被定住，直接来狠的。唐三脸色一沉，他明显也猜到了，却被我抢了话头。可凤尾机关蛇已经冲进视野，他没时间争，只能催动蓝银草。第一魂技蓝银缠绕，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紧随其后，马红俊的凤凰火线轰上去，宁荣荣也给出力量和速度加持，几人配合得很快。凤尾机关蛇还没完全展开速度，就被压得失去行动能力。我从储物戒里取出匕首，塞到奥斯卡手里，快刺肉关，别墨迹。奥斯卡还有些发愣，我推了他一把，再慢点，魂环就不一定是你的了。他一咬牙，匕首刺下，紫色千年魂环缓缓浮现。就在奥斯卡准备吸收时，树林里走出两道身影，蛇婆朝天香和孟依然还是来了。朝天香看见凤尾机关蛇已经成了魂环，脸色当场沉下。你们抢了我孙女的魂环！6枚魂环亮起，蛇杖武魂的威压扑面而来。我看向赵无极，赵老师，到你了。赵无极歪嘴一笑，大力金刚熊附体，7枚魂环裹着魂圣威压席卷全场。朝天香的眼神一下清澈了。魂圣，赵无极冷着脸，你说我们抢星斗大森林的魂兽，什么时候全归你家了？朝天香报出名号后，赵无极意识到龙宫可能就在附近，态度也缓和下来。双方查看凤尾机关蛇腹部的伤口，又小声交涉一番，最后以赵无极欠一个人情收场。孟依然狠狠瞪了奥斯卡一眼，跟着朝天香离开。奥斯卡长舒一口气，对我咧嘴，谢了兄弟，以后大香肠管够。我嫌弃的摆手，你要这么恩将仇报，我可后悔帮你了。众人被逗笑，紧绷的气氛也散了不少。傍晚，奥斯卡吸收魂环结束，接下来只剩我第二武魂的魂环问题。按原计划，只要等今晚小五被2名带走，我就能趁乱脱身，把该拿的东西拿到手。夜色落下，朱竹清、宁荣荣主动守夜，其他人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暗流，自然没有意见。黑暗里，我和朱竹清靠得近，宁荣荣忽然凑了过来：你的第二武魂到底是什么？邪火妖龙，很厉害吗？能打吗？比胖子的邪火凤凰强一点。宁荣荣又靠近几分，那你以后也能当战魂师，可以这么说。我察觉他语气不对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宁荣荣沉默几秒，忽然看向朱竹清：竹清，你抢我暗恋对象这件事，我可以替你保密。朱竹清一喜：真的？别高兴太早，我有条件。宁荣荣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却异常认真：我要林岩当我男朋友。我和朱竹清同时僵住，宁荣荣像是豁出去了。七宝琉璃宗有宗规，七宝琉璃塔魂师的伴侣必须是强大的战魂师。林岩的武魂够强，我也喜欢他。朱竹清难以置信：荣荣，你别这么看我。宁荣荣眼眶发红，要不是昨天我让你去找他，我今天就和他表白了。你抢我一回暗恋对象，我抢你一回男朋友，扯平了。我忍不住开口：还能这么扯？宁荣荣立刻瞪我：你闭嘴！要不是你控制不住局面，会变成这样吗？他越说越委屈，最后干脆伸手捧住我的脸，凶巴巴的威胁：不许躲，敢躲我就让剑爷爷找你算账。我被他按得哭笑不得。朱竹清没有立刻阻止，只是目光复杂的看着我们。就在宁荣荣快要贴上来的那一刻，黑暗深处突然炸开一声怒喝：有情况！我们3个人同时一惊，宁荣荣直接从我身上栽下去，篝火被点亮。戴沐白第一个冲出帐篷：赵老师，怎么了？赵无极脸色凝重，大力金刚熊武魂瞬间附体，所有人离开帐篷，快！远处传来树木倒塌的轰鸣，大地震颤，空气变得浑浊压抑，一尊小山般的巨大身影出现在众人视野里。森林之王泰坦巨猿。赵无极来不及解释，直接开启武魂真身，想用自己拖住他，可泰坦巨猿根本不理他，巨大的手掌越过众人，直接抓向小五。光波、火线、蓝银草、暗器全砸在他手上，却连皮都破不开。小五被抓走了。不，小五！唐三发出撕心裂肺的怒吼，转身抓住奥斯卡。蘑菇肠，快给我飞行！
行蘑菇肠。奥斯卡被他的模样吓到，慌忙发动第3魂技。唐三吞下蘑菇肠，背后长出半透明翅膀，不顾众人阻拦追了出去。我立刻看向宁荣荣，给我加速。他一愣，你要干什么？来不及解释，7宝琉璃塔亮起，速度增幅落到我身上。我转身冲进丛林，借着夜色唤出外附魂骨龙翼，紧紧跟在唐三身后。我当然不是去救唐三，我要的是人面魔蛛。8蛛毛这种东西绝不能落到他手里。森林深处，泰坦巨猿拖着小五一路狂奔。等甩开唐三后，小五让二明停下，就在这吧，别再往里跑了。二明小心把他放下，声音温柔的和庞大身躯完全不搭。小五姐，你在人类世界过得好吗？我和大哥都很想你。小五笑了笑，我很好，也想你们，但这次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人类魂师，我不能离开太久。二明一听到人类，声音顿时沉了几分，就是刚才追来的那个人，要不要我解决他？小五赶紧摆手，别乱来，他们是我的朋友。他不想解释太多，转而盘膝坐下，你先帮我护法，我趁这段时间凝聚第3魂环。二明立刻点头。小五刚要进入状态，又想起一件事，对了，你问问附近有没有1000年出头的火属性魂兽，我有个朋友需要魂环。二明沉默了，魂兽帮人类找魂环，这话从小五嘴里说出来，多少有点离谱，可那是小五姐。二明最终还是应了下来，同时心里也生出警惕，人类世界似乎正在把小五姐带得越来越远。另一边，唐三被一头千年人面魔蛛缠住，已经打得狼狈不堪，他眼看就要动用昊天锤，我从天而降，紫色烈焰包裹拳锋，狠狠砸在人面魔蛛背上。第1魂技龙拳，人面魔蛛8条腿被砸进泥土，短暂失去行动能力。唐三错愕抬头，灵言，我装出焦急模样，没时间解释，你快去追小五，这里交给我。提到小五，唐三根本顾不上探究我为什么会飞，也顾不上我怎么有战斗力，他咬牙看我一眼，灵言，对不起，谢谢你。说完，他转身冲进丛林，我冲着他的背影大喊，一定把小五带回来。等脚步声远去，我脸上的焦急瞬间消失，终于走了。脚下的人面魔蛛奄奄一息，我没有犹豫，第2魂技烈焰弹，第3魂技炎环轰，火焰一前一后炸开，人面魔蛛被彻底绞杀，紫色魂环浮起。我在尸体上翻找，很快摸到一块异样的东西，蜷缩成盾牌模样的猪腿魂骨被火焰裹着抽了出来。我眼神一亮，外附魂骨到手。唐三啊唐三，没了8蛛毛，没了蓝银皇血脉，你未来还能走多远？翌日，朝阳升起，小五已经归队，但史莱克众人的脸色都很难看。赵无极带着大家沿着痕迹找了一整夜，他们在找我，也在找唐三，只是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落在我身上。宁荣荣眼睛哭得通红，攥着蓝银草叶，一遍遍看上面的生命气息。我要回7宝琉璃宗，我要让剑爷爷来找灵岩。朱竹清罕见的失了冷静，声音都在发颤，他一定没事，他是治疗系魂师，一定没事。戴沐白也抓住重点，草叶还有生命气息，说明灵岩还活着。众人刚燃起希望，不远处忽然出现几道人影，龙宫蛇婆带着孟依然走来，龙宫手里还提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。蛇婆叹气，赵老弟，这是你们的人吧？宁荣荣几乎崩溃，跌跌撞撞冲过去。灵岩、朱竹清身体一软，直接跌坐在地，所有人都以为那是我，直到我从空中落下，紫色龙翼展开，火属性魂力环绕周身。我看着一群哭得稀里哗啦的人，故意露出无辜表情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人不是挺齐的吗？赵无极猛地抬头，灵岩，众人齐齐惊呼。我视线落到地上的人影身上，倒吸一口气，唐三什么情况？唐三，小五身体一僵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地上那道惨不忍睹的人影，下一秒直挺挺晕了过去。现场彻底安静，宁荣荣终于反应过来，哭着扑进我怀里，你吓死我了，你去哪了？我们找了你1天1夜。我接住他，轻拍他后背，系统提示随之跳出，检测到宁荣荣对宿主好感度已抵达100%，奖励已发放，请稍后领取。我心里一动，小公主的好感度居然也满了。我抱着宁荣荣落地，看向朱竹清，她瘫坐在地上，手里还攥着那片草叶，对上我的目光后，她终于松了口气。赵无极几步冲过来，你到底去哪了？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说辞，昨晚我追唐三，发现他被千年人面魔蛛缠住，我用第2武魂帮他拖住人面魔蛛，让他继续追小五。后来我好不容易解决人面魔蛛，又被其他魂兽盯上，摆脱追杀之后，路上正好遇到一窝昏迷的百年火属性魂兽，我想着第2武魂也需要魂环，就顺手吸收了。我展开龙翼转了一圈，对了，这翅膀帅不帅？外附魂骨，简单。众人张着嘴，半天说不出话，震惊归震惊，唐三还躺在地上。赵无极向龙宫蛇婆道谢，才知道他们顺手救下唐三，而且昨晚那头人面魔蛛本来也是孟依然看上的魂环。赵无极脸色难看，连续2次抢了人家的目标，他这个人情算是欠大了。好在龙宫蛇婆没有继续追究，留下警告后便带着孟依然离开。他们走后，赵无极掀开盖在唐三身上的破布看了一眼，脸色当场变了。灵岩，你是治疗系魂师，能救吗？我也看了一眼，立刻合上破布，扶着额头后退。我还是先救小五吧。唐三伤得太惨，腰腹以下一片血肉模糊，像是被野兽撕咬过，命能保住，但缺失的部分已经不是普通治疗魂技能解决的。我用蓝银草先把小五唤醒，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扑向唐三。哥，我拉住他，眼神复杂的摇头。小五瞬间哭出来，灵岩，求你救救三哥，你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我叹了口气，不是我不想救，我只是蓝银草治疗魂师，能止血，能愈合伤口，但已经缺失的部分，我没办法让他凭空长回来。后面的话不用说，众人都懂。小五哭得更厉害，朱竹清走过去扶住他，至少他的命保住了。马红俊和奥斯卡偷看一眼唐三的伤势，脸都白了。戴沐白沉默半晌，也只能说回学院后找最好的治疗魂师。我站在人群最后，眼神微沉。唐昊居然没出现，难道他不在附近？如果现在杀了唐三，似乎是个机会，但念头刚起，我又压了回去。不稳，唐三牵扯太深，谁知道修罗神有没有提前关注他？现在动手，万一把局面推到未知方向，反而麻烦。更何况小五的任务还没完成，先留着。赵无极不敢再在星斗大森林久留，立刻让奥斯卡制作飞行蘑菇肠，带众人离开。这次猎魂行动总算结束，奥斯卡和小五都拿到了
了第3魂环，我明面上也给邪火妖龙附加了3枚百年魂环，还多了一块外附魂骨。至于唐三，命保住了，但整个人都像丢了魂。另一边，史莱克学院院长办公室里，弗兰德终于等来了多年老友玉小刚。小刚，你总算来了。弗兰德一把抱住他，热情得很。玉小刚嘴角微扬，我的弟子你见到了吧？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出色？弗兰德连连点头，出色，当然出色。但我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求你。玉小刚眼神一亮，弗兰德把学院几名学员的情况说了一遍，重点提到马红俊和我的邪火问题。小刚，你研究武魂理论这么多年，一定能帮他们解决邪火，对吧？玉小刚背对弗兰德，心里已经乐开了花。这么多年，他最渴望的就是被需要、被认可。唐三是他证明理论的工具，弗兰德的请求则像提前送来的荣耀。他强压兴奋，故作高深，难办啊！弗兰德脸色一紧，玉小刚慢慢转身，你知道，我已经有了小三这个亲传弟子，若是把精力分给其他人，小三未来的成长怎么办？弗兰德这才明白，他是在拿架子。小刚，我弗兰德一生没求过几个人，这2个孩子天赋都很好，尤其灵岩，双生武魂不能毁在邪火上。玉小刚享受着这份被恳求的感觉，终于松口。等他们回来，我亲自看看。几日后，我们回到索托城，远远看见史莱克学院那块破招牌时，我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阿嚏！我揉了揉鼻子，右眼皮也跟着跳。什么情况？学院里不会有埋伏吧？赵无极回头瞪我，胡说什么？有我和弗兰德2个魂圣，还护不住你们？马红俊凑过来，笑得猥琐，不会是邪火又要发作吧？灵岩，你开始修炼第2武魂了，想好怎么压制没有？作为过来人，我可以传授经验。宁荣荣站在我身边，毫不避讳。这几天，他几乎已经把喜欢我写在脸上。七宝琉璃宗的宗规一搬出来，奥斯卡直接偃旗息鼓。朱竹清脸色不太好，却因为戴沐白在场，只能保持沉默。我看了宁荣荣一眼，又瞄到朱竹清冷下来的眼神，果断转移话题。邪火的事回头再说，我总觉得有倒霉事要发生。戴沐白没忍住笑，你再倒霉，还能有唐三倒霉？我看向拄着拐杖、腰间缠满绷带的唐三，默默闭嘴。唐三脸色阴沉的能滴水，他看向戴沐白的眼神已经带上了杀意。很快，我们走到学院门口，李玉松躺在摇椅上，看见唐三的惨状，吓得坐起。这谁啊？怎么伤成这样？赵无极摆摆手，别提了。弗兰德呢？院长办公室，院长交代过，你们回来后先带唐三、马红俊和灵岩过去。我心里一沉，唐三、马红俊，这个节点，这个组合，玉小刚来了。赵无极让其他人解散，带着我们3个去了院长办公室。房门推开，弗兰德和玉小刚的身影映入眼帘，我眼皮又跳了一下，还真是他。玉小刚第一眼就看见了唐三，整个人当场慌了。小三，唐三看见这个如父亲一般的老师，几天来的委屈和痛苦瞬间爆发，丢掉拐杖扑进他怀里。老师2个字出口，他就哭得说不出话。玉小刚眼眶通红，心疼得浑身发抖。下一秒，他猛地揪住弗兰德衣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会保护好小三吗？弗兰德满脸愧疚，没有反驳。玉小刚怒火没处发，又转身指向赵无极，破口大骂：你一个魂圣带队，连几个大魂师都保护不明白，废物！你们全都是废物！办公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，弗兰德脸色大变。小刚，别说了，太晚了。赵无极一步上前，直接掐住玉小刚的脖子，把他提了起来。你再说一遍！魂圣威压轰然爆开，玉小刚脸色涨红，双脚离地，连挣扎都显得可笑。赵无极眼神凶得像要吃人。唐三擅自脱离队伍，差点连累所有学员。你问问他自己有没有脸怪我？唐三对你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，但今天就算唐昊来了，老子也问心无愧。弗兰德急忙上前拉住赵无极，老赵，小刚只是一时心疼孩子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赵无极冷哼一声，把玉小刚甩在地上。弗兰德，他是你朋友，不是我朋友，再让他像疯狗一样乱咬人，我不介意让他知道当年的不动明王到底是什么脾气。玉小刚趴在地上大口喘气，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唐三想扶他，却因为伤势太重，自己也差点摔倒。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期待。玉小刚来了，唐三废了，邪火问题被摆到台面上。接下来，这位自诩理论无敌的大师，怕是要把主意打到我身上，而我偏偏最讨厌别人拿我当试验品。